大家好，我是邱平。前几天我在杭州西湖边看到了雷峰塔，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白蛇传的故事。白娘子被法海镇压在雷峰塔下面，这个看起来是一个神话故事。不过呢，它和《西游记》、济公传说等等一样，在现实当中都是有原型的。我今天来到的就是江苏镇江的金山寺，水漫金山，这里真的有一个金山寺。同时呢，这座寺庙里面呢，以前真的就有一个法海和尚，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啊。我查了一下资料，《白蛇传》的故事就是根据金山寺的法海和尚以及杭州流传的一些白蛇故事综合起来，从而诞生了那个《白蛇传》。关键是这里面呢还有一个洞，据说可以直通那个杭州的断桥。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那就不可想象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去这个寺庙里面了解一下真实的法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来到这里，大家感觉是不是就像来到了杭州西湖边上？这个湖呢也非常大，也有很多那个游船在上面行驶。而这个湖旁边呢，真的就有一座寺庙，寺庙上面呢还真的就有一座塔。这个跟杭州雷峰塔非常类似啊。杭州雷峰塔呢，以前呢也是有寺庙的，这些都契合起来了。我们今天就得去那个寺庙上面看一看。单单从这个远处看那座寺庙呢，就非常宏伟壮观了。这个地方呢是叫做金山风景区，面积还是非常大的。法海大家都非常熟悉，我们熟知的法海呢是影视剧中的人物。在影视剧中，法海为金山寺主持，拥有极其强大的法力。本来呢，他是有着降妖除魔、拯救苍生于世间的信念。不过呢，在实际当中，他思想有所保守，以偏概全，错误的认为所有的妖精都应该收服，并且呢，用佛法进行修炼。这就牵涉到《白蛇传》的故事了。《白蛇传》讲的是白蛇白素贞与凡人许仙两人之间的爱情故事，爱情波折最终得到圆满。白素贞呢，原来是在山野中修炼的一条小白蛇，一日呢被一位书童所救，就是年轻时期的许仙。白素贞就起誓此救命之恩呢，永世难忘。最后呢，这条小蛇经过了1000多年的修炼，终于化作人形。一般在影视剧中都是这样的，某某动物呢，包括一些龙啊，包括一些鱼啊，都被人救了，后面呢化成人形，他就准备去报恩。这个时候呢，白素贞他就来到了杭州西湖，寻找前世救命恩人许仙。说到这里啊，我们都认为这个《白蛇传》，白蛇是杭州发生的故事。其实按照原本来讲，这些故事呢是发生在河南洛阳。不过呢，这个《白蛇传》是多方面故事综合起来的。白素贞去的途中啊，遇见了青蛇，两人呢结为主仆，其实呢相当于是姐妹。他们呢在西湖的断桥上找到了许仙，白素贞呢与他一见钟情，并且主动和许仙结为夫妻。结婚之后，两个人非常相爱。白素贞呢还资助许仙开了药铺。后面在某一个端午佳节，白素贞呢饮下了雄黄酒，现出了原形，意外的吓死了许仙。后面经过一系列的手段呢，许仙呢又活过来。尽管说许仙知道了白素贞的真实身份是蛇妖，但是两个人呢却是更加恩爱。后面白素贞怀了许仙的孩子，但是在生下小孩许仕林之后，金山寺的方丈法海却突然出现。在当时，法海认为蛇妖就是蛇妖，人就是人，他呢固执的要维持天道人伦，替天行道。于是呢，他就将许仙强留于镇江金山寺内，就是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方。等一下呢，还能看到那个塔，据说呢就是镇压许仙的。目的呢是为了逼迫白素贞前来。当时呢，白素贞为了救她的丈夫，联合小青前往镇江金山寺要人。法海呢咄咄逼人，不愿意放许仙离开。
白素贞忍无可忍，发动水族大军，水漫金山，就是这样由来的。是呢，要和法海一较高下，想要救出他的夫亲。不过呢，最终这个水漫金山，金山是本来就比较高嘛，你要淹掉的话，肯定会把其他的那个城镇淹掉了，这样就造成了生灵涂炭，而触犯了天条。最终呢，经过激烈的打斗，还是法海的实力更高，终于把白素贞镇压于杭州雷峰塔下。这个时候，许仙伤心欲绝，将他的儿子交给他的姐姐抚养，独自前往镇江金山寺出家。相当于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方，一开始是关押许仙的，后面呢又是许仙出家的地方。最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20年之后，许仙的儿子长得一表人才，经过勤奋读书，终于不负众望，考中了状元。他奉旨回家乡镇江探亲，又去西湖祭拜于雷峰塔下的母亲。这个时候，他的孝顺感动天地，白素贞呢，终于得以正大光明的出塔，重见天日，与他儿子团圆。而白素贞、小青、法海以及许仙，他们4个人的恩怨呢，也得到了解除，功德圆满，一起呢成为神仙。当然，这是一个神话故事啊。我们也只是简单的叙述了一下《白蛇传》的故事。看了《白蛇传》，相信很多人呢都非常讨厌法海，讨厌他的固执，讨厌他破坏白素贞和许仙的爱情故事。其实呢，真正的法海不是这个样子的，真正的法海是一个得道高僧。现在我们就去这个寺庙里面走一走。这里是金山文化广场，还看到转经筒了。在藏区看到转经筒不奇怪，在这个江苏南方看到还是比较少见的。这座金山寺呢，正是位于山清水秀的金山之上，可能是因为山才叫做金山寺。它是依山而建，从山脚到山顶，殿宇呢楼堂幢幢相衔，明显的看得出来是依山而建的，一层一层上去，阶梯层叠，长廊蜿蜒，台阁相接，把整座山密密的包围起来。这个跟我们在贵州看到的很多房屋类似啊。在远处看这个金山寺呢，整体寺庙的建筑是金碧辉煌，远处那座塔呢像高耸入云，看不见山，故以金山寺裹山之称。因为整个建筑呢把山覆盖了。金山寺的历史非常悠久啊，始建于东晋时期，到现在差不多1600年的时间。最早是叫做泽兴寺，到了唐朝改名为金山寺，宋朝改名为龙游寺。我们现在这座寺庙看到的名字叫做江天禅寺，这是清朝康熙时期他来过这里呢，把名字改了。不过民间和当地人一直称这座寺庙为金山寺。从东晋到现在，这座寺庙呢是历经了苍山。我听旁边的导游讲啊，7毁8建，反复损毁，反复修建。在清朝时期，与普陀寺、文殊寺、大明寺并列为中国4大名寺，非常知名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寺庙是上个世纪80年代重新修建的，里面呢现在有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法海洞，据说是当时法海禅师在里面修行的，里面还有法海的那个塑像，可以说是法海的模样。还有一个白龙洞。另外一点就是从唐朝开始，很多日本僧人他不远千里来这个金山寺学习交流，从而也能够想象得到金山寺当年的辉煌，当年香火旺盛。这是金山寺的山门，坐东朝西，一座高大的石牌坊，4柱山门，建于上个世纪初年。这个山门还是挺气派的。我们说一般寺庙的名字是横向的，而它这里竖的，这是由于这几个字是康熙亲自写的。在康熙南巡的时候，他来到这里金山寺，就把名字改了。由于是皇帝的关系，这寺庙的名字就竖着放。这个狮子是明代的，都摸出包浆了，而且呢，跟我们平时看到的狮子也有所区别。
这边应该也是母狮子了，上面有好几只小狮子，好多人都在摸啊。我们平时看到的狮子绣球是踩在脚下面，而这里呢，感觉是用手托起来一样，并且它的背部啊也有一个绣球，这个都是比较少见的。前方这个香炉很有意思啊，基本上来这里的人都会在这里进行合影，这个应该是白蛇传中白蛇的标志性动作。你看，这里有一个女孩子在这里展示，一开始我都不知道，后面是听旁边的人说才恍然大悟。从山门过来就是天王殿了，在这个墙壁上面就写了金山寺了。天王殿很好理解了，弥勒佛以及四大天王在里面。在后面再往里面一点就是大雄宝殿，是整个寺庙里面最雄伟、最壮观、最气派的建筑。不过呢，我们就不仔细看了，因为基本上寺庙、大雄宝殿这些都有的，直接去看法海和尚修行的地方。其实我有时候搞不明白，来寺庙参观的人怎么会有这么多，而且是年轻人。来烧香的话，基本都不是的。古法海洞，这里面呢就是法海修行的地方。法海禅师呢是唐代宰相裴休之子，这个人不得了啊，考中过进士，当过节度使、礼部尚书、太子尚书、宰相等职。裴姓在唐朝时期也是一个大姓啊。作为宰相的儿子，为什么会出家当和尚呢？这主要是在唐玄宗时期，一个皇帝的儿子啊生病了，看了很多名医均不奏效，裴休呢就送自己的儿子带皇子出家，当了和尚。当时的法号就叫法海。法海当时其实是非常辛苦的，因为当和尚没多久呢，他就被安排劈柴，将近3年的时间，又为常众的500余僧众送生活用水，将近3年，非常辛苦啊。当时法海呢还有点抱怨，不过当时的主持就跟他说了一番话，法海禅师呢深感惭愧，就继续修行，继续呢苦行服务那些僧人。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法海呢踏上了出游之路，相当于在路上修行。他来到金山这里，见到殿宇荒废，荆棘丛生，刚好呢看到一个洞，他就在这里参禅打坐，并且呢他决定在这里重新修建寺庙。经过他的努力，这座金山寺终于修建完成。这个山洞不大，在这里还摆放了北魏时期观音菩萨像，历史非常悠久了，也差不多1500年。在这个里面就是法海和尚的塑像，真实的法海就是长这个样子。法海在把金山寺修建完成之后，他就离开了金山寺，不知所踪，后面就没有他的记载。我们近距离的看一下这个法海像，传说中的法海就是长这个样子，大家没想到吧？跟你想象中的法海是不是一样的呢？这应该是法海中老年时期的模样，因为法海在河南出家当和尚，在那些地方都有将近10年的时间，然后修建这样一座大的寺庙，肯定是需要时间的。修好之后，年纪已经很大了。看完了法海，我们继续往上走，前方有一座塔，叫做慈寿塔，就是《白蛇传》当中法海关于许仙的地方。我们去了杭州西湖看雷峰塔，下面呢没有白娘子、白蛇，而在金山寺这里确实是有法海。这一座塔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它始建于南朝时期，到现在也差不多1400-1500年了。以前呢是2座宝塔，南北相对而立，后来因为地震倒塌，在900多年前的北宋时期重新修建了一座8角7层塔，后面呢又损毁屡次修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塔呢是1900年时期修建的，可以说这座塔的历史是源远流长啊，也吸引了很多文人墨客前来观赏。王安石就来过这里。我已经从这个塔上面走下来了，在这里呢又看到了塑像，以及前面也有个洞穴，从后面一眼都能望出
这就是白蛇和青蛇了。这个塑像挺有意思的，竟然在上面还披了2件衣服。在山脚下面还有个白龙洞，我们看看介绍写的是什么吧。宋朝高僧传记载，此洞里面原来有白蟒、吐毒、气如烟韵，人过则亡。唐高僧灵潭入洞参禅，大蟒归海而去。民间传说由此可以通到杭州西湖断桥，那就很远喽。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在以前这个洞穴里面有白蟒蛇，经常出来伤人，使得老百姓不敢出门。后面法海知道之后，就在这里与白蟒蛇搏斗，最终呢把白蟒蛇赶到河里面去了。法海呢就在这里修行，大概意思就是这个样子。当然，山上的洞和山下的洞，法海都修行过啊。我看一下地图，从这里到杭州断桥那一边走高速是269公里，270公里。那这个洞真的有那么长吗？那真的不得了啊！大家看看，完全是南北走向。大家听过有这么长的洞穴吗？我们上次在重庆、四川都说100公里不得了了，没想到这里传说竟然是270公里。现在去里面看一看，到底有什么？从这里看的话，这个洞穴不是太大，难道法海当年就是在这里修行的吗？前方还真的有个洞穴，在这里还写了，根据传说，此洞通往杭州断桥，真的如此吗？这里面还真的有一个洞穴呢，通往杭州断桥，这怎么有点不可信呢？这一路过去，不光是陆地啊，还有那个长江呢，怎么样呢才能穿过长江呢？这个洞穴非常小，我们现在就出去了。那么大家相不相信这个白龙洞能够通到杭州西湖断桥呢？我是不太相信的，但既然这个是传说，我们就姑且这样认为吧，因为它已经标出来了。现在呢，我们就逛完了整个这个径山寺，大家也了解了一些法海的故事，从而我们可以说，法海是真实存在的，他是一名得道高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并不是影视剧中我们看到的、了解到的那个法海。那径山寺我们大体就看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